由督导为大家关注行情波动，已经做好听课准备的朋友们，鲜花和掌声可以送到课堂，同时也来欢迎督导跟各位打声招呼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啊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授课过程当中，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公屏参与线上互动。本节课程呢也会运用体系对行情走势进行梳理分析。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督导来开启本节课程。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很想讲。为什么说不想讲？就行情真的波动太小了。从我第一节课下课到现在，黄金基本上来说就，应该是说从我第一节课上课到现在，黄金就波动46个点，我也就真的对我放弃了啊，这行情我真的不想动它啊，只有留到美盘时间再去动了，好吧？我是有想到说，今天市场行情在欧盘时段是走震荡，但是它这个震荡有点过分啊，这个震荡非常过分啊，这个中间一点点的价格点位的破位都没有啊，都没有。就是我一直期待的黄金价格下方破一个2310.68这个价格点位啊，一直想期待它价格点位破位啊，就差那么几个点它也不破，好嘛，你就是现在就是多头不太行，空头嘛又没破位，又没有方向指导性，所以呢就是吧，所以说整个市场行情今天的一个动能就是非常的弱啊，从黄金市场上面来看啊，黄金这边动能是非常非常的弱啊，但流程还是要再走一下啊，走流程，什么流程呢？就分析一下当前市场行情后续在美盘时段上面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。首先就是从4小时周期 K 线开线之后，我们也可以看到黄金给的价格的空间非常的小，上方的压力位，下方的支撑位，是吧？上方压力跟下方支撑，所以说整个市场行情它给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弱的啊，也就是说，当前的黄金整体市场行情动能，它可以一直苟到数据开始，也就差2个小时呗，啊，就差2个小时啊，2个小时我黄金上方的5日均线压力位报价14，下方10日均线报价10，我就给你走40个点的一个区间震荡，行不行？啊，我就2个小时给你走40个点。啊，所以说整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动能相对来说还是走的会比较慢啊，还是走的比较慢。所以说在我看来，整个现在我们就不需要做过多的一个分析啊，但有一点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，就是当前这波黄金的4小时周期 K 线是属于上行的第3根周期啊，这个周期 K 线排列上面它是属于上3K，上行的第3根周期 K 线，所以说市场行情的动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，市场行情动能相对来说比较弱啊，因为它的价格点位压制起来还蛮强的啊。然后再通过日线可以看到，今天黄金价格高位的一个报价是在2322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从黄金当前的一个低位去开多的话，未来黄金会有100个点左右的一个上涨空间，但它这个上涨空间是从什么周期过渡到什么周期啊？是从半小时下方的60均线过渡到日线级别上方的5日均线压力位，以及它的多重均线压力啊。所以说整个市场行情的动能相对来说走的是非常的慢的啊，走的是非常慢。他说它空间给的也不是特别大啊。丹尼尔好啊，如果整个市场啊，如果说整个市场行情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说走的是这么慢的话，没有必要做太早的一个介入，因为如果说太早介入的话，会形成一个主观能动啊，这是主观的一个看法，说哎，当前市场行情看多啊，当前市场行情看空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种主观的看法会变得更重啊，更重。所以说我个人是对于当前的环境，我不会给方向啊，我不会给方向。啊，所以呢，在当前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黄金的整体状态啊，黄金整体状态就是一个震荡，而且它的震荡已经不是说今天才有，应该是从本周一开始到现在，黄金基本上来说都是属于一个震荡空间，只不过说在美盘时段上会放出一个交易的机会啊，就是这些交易机会啊会放出来。其实这2天无非就是这几个周期 K 线的一个波动还行，其他根本不够看
啊，现在根本不够看。所以说呢，在我看来哈，整个市场行情现在黄金过多的分析，其实就是没有太大必要啊，没有太大必要。所以在我认为，整个黄金市场，我们现在就耐心等啊，耐心等。如果说市场出现价格的一个下滑，也得需要去关注支撑位对于空头的一个保护，支撑位对于空头的一个保护啊，因为价格下方支撑其实还是蛮强的趋势线。那如果说我再看个价格高位压力，它趋势线压力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如果说当前在没有啊，当前这个市场行情在价格点没有破位之前，那整个黄金它其实走的是一个上行通道，它走的是个上行通道。那既然是上行通道，我们这边前期的一个判断，在没破位之前，可以考虑说价格是不是走回调拉高啊，这么去走这个空间。但是这种走法哈，仅限于数据没有开之前，因为数据开的话，肯定会产生价格点位破位嘛。无论是价格高位破位也好，还是价格下方10的支撑破位也罢，它总会产生破位。那破位之后的这一段走势，它就不太适用了。这一段走势啊，它就不太适用，后续还是得看什么价格点位破位走哪里。但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看美指啊，美指今天对于市场行情的一个方向引导，其实还是蛮漂亮的。美指这边我不需要多说，是不是？美指的空头动能这个方向还是挺漂亮，所以在我看来，今天的黄金的趋势动能偏多，应该来说会更有保障一些啊，更有保障一些。但是我就是担心它这个多头的动能空间不够大。因为日线级别上方有多重均线压力，比如说再往上一点，价格可以到10日均线，也就是说从现在的报价吧，我到上方80个点，多重均线压力为80到90个点，再往上拉一点，差不多就180个点，就180个点啊。所以说今天的黄金价格下方这个10的支撑点位啊，还是比较强啊，因为几度想要去测试价格下方支撑位，它都没有破，所以说后续这边黄金所形成的趋势支撑仍然是较为强力的啊，所以说这里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，这个就是黄金当前的状态。所以待会儿如果说黄金如果说有些许的一个方向指引效果的话，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提前开啊，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提前开啊。所以说在今天来看，整个黄金市场行情确实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表现啊。如果单看黄金是看不出方向的，单看黄金看不出方向，需要配合美指啊，美指，甚至你要把白银带进去一下啊。如果说今天把白银市场行情也带一下的话，其实，今天白银价格冲高的空间也是有的啊，也是有，但是不会太大，不会太大，好吧？所以呢，我个人认为今天黄金市场行情如果要去做，我个人还是会比较推荐提前布局去做，因为像我第一节课有讲过，今天的 CPI 数据，由于它是震荡，第一个它是在数据开始前它是走震荡，第二个黄金日线级别价格高位有压力，第三黄金价格下方支撑点10如果说破位，市场行情变盘，诸多因素捆在一起，所以说会导致整个黄金市场行情的动能会有所减弱。动能减弱在什么时候加强呢？数据公开之后才加强。如果说是做数据后的话，就会产生一个后手可能会比较，可能会有点缺失在后手开仓，很有可能会导致进场机会会被市场性方向所掩盖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数据公开那一下，市场性先走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走完之后，市场性再走另外一个方向。在我看来，今天黄金市场应该会走多空，多空都是有机会走的。多头先把价格去带一带，带完之后行情走空头，而空头价格下方得看10点位是否有破。如果说10的价格点位有破的话，那价格再往下带，再往下带之后去寻求昨天日线级别的价格最低点。所以今天的黄金市场在我看来是属于一个多空拉扯的一个形态啊，多空拉扯的形态会更多啊，存在两个方向。所以今天如果说是提前布局做的话，是可以先做一波，后续可以寻求第二波操作。全球对不操作，好吧？所以呢，在我看来，整个黄金市场现在虽然说走的有些慢，但也是不着急。它只要能够在，我看一下哈，这空间不大，其实可以做两波操作的，但价格下方这边还有一条支撑位，在这里，4小时10日均线支撑1。
啊，那个价格点位还不错。我是用这个，看一下，在这边的话，那这个价格点位还可以。10，如果说10被破坏，那导致今天黄金确实会有机会走更低啊。10如果说破位，那么这波黄金的后续是有机会要跑95，甚至是有机会跑95的啊。所以说今天黄金的前后拉扯空间可能会拉的会比较宽啊，可能会拉的比较宽。黄金高位确实看25是没问题，25昨天就已经在看了，因为25我们昨天讲的是黄金的一个上方均线压力，但是如果说今天黄金的价格高位，你再让我往上看，其实25我觉得会有点不太够。今天黄金价格高位的25应该是不够了，11比10，如果说再把价格往上带，很有可能会要看32左右。今天黄金价格如果说拉高是有机会看32的啊，是有机会看31、32。因为价格上方，如果说你只看一个多重均线压力位22的话，有点太薄了，这个位置是有点太薄啊。如果说今天黄金多重均线没有压住，那黄金再往上看就不是看25了。22如果说没有压住破位了，价格往上穿且周期符合的情况下，25是不够看的，是要往32左右看啊。所以说今天黄金